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录制一款短发。模特的需求呢是两边不要太短啊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后边呢稍稍短一点，就是正面看起来，后面看不到头发啊就可以了。他比较喜欢那种干净利索的啊。那这个模特的头型比较好，圆弧度比较好，不是很宽啊，不是很宽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发际线啊，它的发际线呢两边啊很靠后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向后啊，裁剪的时候向后提拉啊，把前面的放长，稍稍填补一下这个位置的空缺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修剪。首先呢，第一步，把前后分区分开。但它头发很软啊，很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以堆积重量为主，因为它头发一吹干就塌下去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后发分区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裁剪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去修剪一个外线，请模特稍稍低一下头啊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先定出一个长度，把它逆长的剪掉。好，第一片呢垂直分缝拉起来。好，45度去修剪堆积。那它这个堆积呢，不需要你剪得太高，我们45度提拉，做一个直角的切口就可以了。第二片呢，靠向上一片，我们在后区呢走一个半圆。这样这边呢就剪好了，因为我们要向后提拉，会保留前侧的发长。这样呢，待会儿上一区也要这样去修剪，那它耳后比较空的这一块呢，就能进行填补啊。这一面呢方法相同，45度提拉，靠向上一片，身体走位呢随着头型走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底须就完成了。好，在黄金点的位置向前分至耳上点的位置呢，把它分作第二区。那上面这区呢，我们要保留进行去角啊，否则的话表面就会产生硬线。好，我们在修剪第二区的时候呢，模特的头位呢要端正啊。如果这个时候他在低头，你剪出来的层次低。那如果第二区的层次减低了啊，你整个发型的重心就要靠下，这样看起来特别闷。你后期呢还要经过大量的调整，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剪准确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一片剪好了之后，
我们看一下落下来的重心，因为它模特有点偏沙发，吹干了之后呢，它肯定会有一些回弹，所以呢，我们略微放长一点点即可啊。这些呢就是经验。那你要问到底放多长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你要比正常你需要的长度稍稍放长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好，仍然是随着头型走，然后向上靠一片。切口呢略微走一点点，随头型，这样呢看起来这个堆积呢会柔和一点，不会很生硬。好，从底区的直角切口，现在呢略微变成稍稍有一点点随头型，因为我们剪的商业发型嘛，对吧？一定要看起来柔和、自然。好，继续。现在呢，我的走位呢是略微跟随头型的，但是呢，我梳起来的发片永远靠向上一片，我要放长前侧。好，梳透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呢，我们的外线呢是微微向上走的。这边方法相同，向上靠一片。好，继续。注意，我没有拉方形啊。拉方形呢是在后面，都带向后面啊。我是略微带一点点随头型的，这个叫半圆走位啊。大家可以到，如果不明白这个走位，可以到那个咱们基础课里呢去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边呢也剪好了啊。好，最顶区呢，我们把它平行地面拉出。好，平行地面拉出，然后呢，手位还要保持上长下短。那我们再做一个内部堆积，这样修剪完成呢，表面是没有硬线的啊。如果你继续降低角度去跟随刚才的切口剪，剪好之后，你的表面肯定有一层硬线。好，继续，还是靠向上一片，拉平，跟随下面的切口。好，到两边这位置呢降低，因为我这地方呢是一个三角形的分区啊，所以会把下曲的头发分过来一些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还原它的应该有的角度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其实呢，大家只是看一个过程，因为详细的细节我都在基础课里都讲过了。好，继续。最后一片的下边，我们要还原它的角度。这样呢，我整个后区就剪好了。大家从侧面看呢，
明显能看到有堆积重量的产生，后面呢是比较饱满的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啊，看它的外线是向前推，然后后面呢是比较饱满。那这样呢，我们的后区就剪好了，接下来进行侧发区的裁剪。侧发分区呢，我们就分为上下分区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下边的头发特别的少。好，侧发分好区之后，把所有的头发呢挂在耳后，让模特的头位呢轻轻的向另一侧倒。如果你不倒的话，你的头发不会贴紧皮肤，就会造成两边长度的误差。这样呢，你向另一侧倒，这个头发全都贴在皮肤上。好，剪好之后把它放下来，向下梳，向后带，手位放平，这个位置呢就会多一个角，把这个角磨掉。这个角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因为你挂在耳后修剪，把前侧放长了，所以这个角一定要去掉啊！大家看，我去完角之后呢，这个外线跟后面的流畅度就是比较高一点了啊。来，这边方法相同。前面的角磨掉，好，到前面呢它是对等的就可以了。侧发区呢，以后发区临近的发长为导线，好，向后靠一片，45度提拉。看到导线之后呢，按照导线裁剪即可。继续，都是向后带一片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，以后发区临近的长度为导线啊，你看向后靠一片，45度提拉，跟随这个切口呢继续修剪。这样呢，我们前后分区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连接和过渡。这样呢，我们梳一下，看看整体的发型的流向以及效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好，大家呢明显都从镜头里能看到最终的我们的一个形成的流向，都是向前的，并且鬓角呢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弯弧度。待会儿我用滑刀再把它划的，看起来更明显一些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上区就跟着底区去修剪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难度，直接修剪。那在这个发型里啊，我运用了外部堆积和内部堆积的组合，没有把发型剪得过于厚重，以轻柔的重量为主。好，向后带。那另一侧呢，方法相同。看准导线再下刀。
两侧连接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在顶区做一个曲角。曲角呢会让表面的头发更加柔和。好，继续。然后交叉检查一下，确定上面的圆形切口没问题了啊，我们就可以连接刘海跟两侧了。那刘海的长度呢？我不想动，我以刘海的长度为引线向后进行连接。它头发到前面还有一些自来弯，向前提拉。一直连接到耳上点的长度。刘海的长度，你看我们没有动啊，向前提拉会形成前短后长，这样呢头发就会产生向后推，而我后面呢是后短前长，它会向前推，尽量我让这个鬓角呢会产生两个流向啊向前。那这边的方法相同，斜后，以刘海的长度为准。看一下这边的效果。好，这样呢，结构的部分呢我们就裁剪完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吹干，进行一个修饰。好，刚才呢，这个模特的头发呢有一些沙发，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吹直的一个处理。那它后面的发量太多，接下来呢我们要在发根的位置用去量比较少的牙剪进行调亮。好，由后部开始。它的最底层呢不是很多，就是从枕骨左右的位置呢就开始变多了。我这个去量非常少的，掉不来几根啊，3%到5%的。好，继续。
表层呢夹起来不能调。一共也没调下来多少。所以呢，大家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你的剪刀啊！如果你是剪男发的那种男发牙剪，千万不能这么做啊！继续，还是保留顶层。顶层呢，不需要去调整。好，这样呢，初步的调亮呢，我们已经完成。接下来呢，开始柔和发尾。我在头部上呢喷一些喷雾啊，防止它产生静电。好，低头。开始柔和发尾。我们这样柔和完发尾之后呢，大家看起来就柔和多了啊。好，这边先把头部整体呢齐切口全都柔和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局部的精修。
第一步呢就是鬓角的位置。鬓角呢主要分3层，好，上面夹起来，鬓角呢先拉起来，把齐切口呢再一次的进行揉合，彻底看不到硬线为止。好，在发根的位置呢做一些划剪。好，第2层，再次的进行揉合，由发中开始进行划剪。第3层，放起来，由发尾的位置呢开始划剪。这样呢，我们下面第1片是打的最多的，相当于打了3次。然后呢，你从这一组发片上鬓角你就能看到，它是由一个渐变下来的，上面厚，一点点变薄。好，做一些点剪，把刘海区呢分出来，先不要动刘海，把上面呢进行点剪。这样呢，我们侧发区就揉合好了，鬓角除外。后区我们斜向后，先拉起来，再一次的揉合。把底线发尾呢做一些划剪，让它的透明度和柔和度呢跟我们鬓角的进行连接，视觉上啊看起来应该一致。好，耳后的位置呢点剪进行打薄。如果发现发片厚的，我们进行点剪处理。后面如果有翘的，我们用徒手剪呢，把毛躁的打掉。好，这半呢就差刘海了啊，我们从刘海的位置开始揉合。一直把它做均匀，你看起来均匀就好了。好，这一边。
同样分3层。它这边的鬓角呢比那边呢要薄，所以呢这边第1层我就不进行划剪，从第2层开始。由法中开始进行划剪。第3层。好，换一个站位。还是同样划剪进行去亮。好，上边的头发呢，我们直接点剪。它的刘海呢也掉的不太均匀啊，所以呢局部的位置还是要调一点发量的。好，这边外线。好，它这边呢比较偏头啊，所以呢这边我们要调一些量。划剪，让底线呢柔和。好，上面的位置呢，如果厚就调一下，不厚呢就算了。好，现在它的头发唯一的缺点呢是没有颜色啊，如果做一个棕色就会好很多。啊，这是我们整体完成的一个效果，大家看一下。那这边的外线还没有修整啊。
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打一点点饰品啊，那这个发型呢就完成了啊。这是我们没造型的状态啊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得清楚。那这个发型呢我们就完成了啊，然后呢我们下期再见。